小妖恢复了真容后，正想着去见涂山璟，没想到中途出现了拿石头砸他的阿念。小妖心情不错，看了看正在海边等他的涂山璟背影，决定先看看阿念想干什么，就追着他到了悬崖上，却被阿念推下了悬崖。本来还在想着阿念没出息，老是做这些没趣的事来发泄，却不想掉到海里时，被站在水里的相柳抓住了脚，把他拖到自己身旁，用手抱住了他。小妖憋着气拼命挣扎，相柳指了指自己的唇，告诉他想要呼吸就亲他。小妖摇头拒绝，宁愿自己晕死过去也不肯。相柳见他晕了，即使生气也还是把他带上了岸。小妖被相柳救醒后，相柳质问他，在海底的时候你为什么宁死也不让我渡气？小妖想要含糊过去说，那时候脑袋晕沉沉的，谁还记得啊？相柳听了，生气的一把搂住他的脖子，拉到自己的面前，与他四目相对，无比认真地凝视着他说，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小妖知道糊弄不过去，只好说出心里话，说因为我害怕。相柳好奇地问，害怕？怕什么？相柳紧张地用手抓着衣摆，怕听到了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小妖怯怯地说，我害怕你一不小心你会进入我的梦里。其实小妖没有说的是，他早已进入自己的梦里。回到高辛后，他每时每刻都会想起他。游泳时，阿念捉弄他时，和练毒时，还会拿出镜子看着他的影像傻笑。他把自己研制的毒无时无刻都带在身边，为了有一天见到他时交给他。他的爱都藏在那一颗颗的毒药里。但他知道相柳是做不到陪伴他的，所以他理智又清醒地克制着自己的爱，不让相柳进入自己的梦里。相柳听了，凝视了他好久，最后自嘲地笑了，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个笑话而已，原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相柳站起来，不顾小妖的苦苦哀求，把小妖一人留在孤岛上，自己走了。小妖拼死游回岸边的一块礁石上，当看到涂山璟时，不由松了口气。涂山璟也发现了他，赶紧跑过来，心疼地把他抱上岸。小妖在看到涂山璟时，顿时所有的委屈都觉得值得了，那一刻对他心动了。看着两人远去的亲密背影，相柳顿感心痛，是情人骨发作了。原来他一直跟着小妖并保护他，并没有真的离开。他用妖力控制住疼痛，伤心地看着远去的两个背影。彼此相爱的妖柳，因两人都彼此没有明确的爱意，就这样错过了。而相柳为了小妖说害怕他进入自己梦里的那句话，之后3次选择离开了他，并至死都没让小妖知道自己为他所付出的一切。理智和清醒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做恋爱脑也不错。爱就告诉对方不要克制自己。长相思第1季已经播完，小妖和4个男子的情感纠葛简直让人意犹未尽。在这4个男子中，有他的表哥苍玄。小时候的情谊让小妖为其付出很多，他的知己赤水风龙虽后来认识，但他们能够沟通的东西很多，是纯纯的兄弟之情。他的爱人涂山璟，以及那个让他又爱又敢爱的人相柳。在剧中，小妖被刺杀，身受重伤，命悬一线。身为同有情骨的相柳，一感到体内蛊虫波动，便驾着雪球一路飞奔而来。为了救出他，他强行进入苍玄的住处，不顾他人的围攻，展现了他对小妖的深切关怀和无比担忧。苍玄也明白小妖伤势极重，命悬一线，可能也只有相柳能救他。无奈之下，只能放相柳他们离开。但相柳武力高强，本可以直接带小妖一走了之，但相柳为什么还是留下来，让苍玄答应自己一个条件？是为了他自己吗？相柳这么做可谓用心良苦，他是为了保护小妖的声誉，让苍玄答应自己的一个条件。这样说出去，别人只会觉得相柳和小妖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相柳救小妖也只是为了一座山峰。相柳以自己的能力和鲜血救活了小妖，将他带到了海底的居所。在那里，他用他的心头血喂养小妖，用他的灵力滋养他，陪伴他度过了长达37年的海底岁月。这期间，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正的关怀和呵护。但相柳并不贪图小妖的回报，他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爱不会有未来，只要小妖安然无恙，只要他能快乐幸福，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小妖的爱是深沉的，是无私的，是让人感动的，甚至为了让小妖能够幸福，主动把她推向涂山璟。在《长相思》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柳对小妖的爱是最为纯粹的。他并不像苍玄那样利用小妖来巩固自己的权势，也不像涂山璟那样因为自私而要求小妖等待他，更不像赤水风龙那样只是把小妖当作一种权衡利弊的选择。为了小妖，相柳甘愿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他希望小妖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因为他相柳而失去他自己。这种纯粹的爱让人感到既感动又悲伤。除了对小妖的爱之外，相柳也是最坚守诺言的人。在剧情中，相柳向苍玄提出要一座山峰作为回报救人的条件。虽然这只是他为了不让小妖感到愧疚而提出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也展现了他对于承诺的重视和对死者的尊重。相柳要的这座山峰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那些无法回归故国的战士们。他希望他们的骨灰能够回到魂牵梦萦的神农山，得到安息。这一点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位领导者所拥有的担当和责任感。而在另一方面，相柳提出了这个条件，也是为了让苍玄承诺在将来成为国君后能够为陈荣军画出一座山峰。虽然这只是他为了让小妖感到轻松而提出的条件，但这也可以看出他对未来的期望和对小妖的爱护。总的来说，《长相思》这部剧中，相柳对小妖的爱是最为纯粹和深刻的。他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坚守诺言的行为，展现了他作为一位领导者和男子汉的担当和责任感。而他对小妖的爱也成为了这部剧中最让人感动和难以忘怀的部分之一。喜欢一个人，默默付出，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大概他也会为你付出一颗心。